這是貴陽的第一個5A 景區青岩古鎮，也是發生青岩教案怒斬楊神父的地方。它的前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驻軍地，600年来从未被攻破過，連石达開這樣的硬手都拿不下它。此城始建於公元1378年，也就是明洪武11年，當時這邊還是駐軍地。之後當地土司班靈貴將其擴建為青岩土城，那便是如今青岩城的雛形。之後的土城垣又被升級為石城牆，最終变成了如今的樣子。眼下的青岩古城内可以说是商鋪林立，非常熱鬧，是貴陽熱門的春節度假勝地。反正我是開年就出發了，當時想改變視頻的風格，就勇敢地做了一些新嘗試。而為我提供助力的同行人，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貴州省貴陽市的青岩古鎮啊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。我是2025年2月去的，景區外就是停車場。進景區之前，先進金絲楠文博園裡逛一逛。這裡邊有一棵4300年的巨型金絲楠木，2013年被雷劈了一次，把這棵樹直接燒死了。於是就有一位富商斥資1700萬，合法收藏了這段被火燒過的金絲楠木，並挪到貴陽的這個金絲楠文博園裡，供遊客免費參觀。經歷過這個過程的木頭就是珍貴的雷擊木。現在某些路過此地的遊客還經常會故意靠近這棵樹，說是要吸一吸它的靈氣。逛完這邊，我們要趕緊去吃晚飯了，餓壞了。這次南希請我吃的是花溪牛肉粉，價格15元一碗，此外還有28元一斤的滷豬蹄，整個青岩古鎮都是一樣的價格。我們要了2斤，口感軟燙香黏，這次可是吃爽了，2個人不到100塊，吃了個溝滿豪平。吃飽之後，我們開始逛古城，中途看到的天主堂沒有開放，在晚清時期，天主教被傳入貴州青岩。這間教堂就是在清咸豐年間於當地建起的第一所天主教堂，但地址在別處。之後在清同治年間，它才被遷建到了這邊，並一路沿用到了今天。第一個全面開放且能進入參觀的看點是萬壽宮，它是貴州省級文保單位。在門口一抬頭，就在匾額的周邊看到了八仙過海和南極仙翁，所以八仙通常是9個人。這座萬壽宮始建於公元1778年，也就是清乾隆年間。算到如今，它已經有了240多年的歷史。門口的展示牌子提到，這邊有一整塊的鏤空木雕是真正的文物，它就位於戲台的正面，中間這一段是文物，周邊則是後期補上的。此外，戲台的頂端還有一處很深的藻井，這個結構就是用來增加共鳴的，說明戲台時至如今仍然是在正常使用的。此外，道觀裡的道爺還說2025年是我的轉運之年。如今1年過去了，年終總結都做完了，我也沒看出轉運的跡象來，仍然是一副窮嗖嗖的樣子。希望2026年能有所好轉吧。下一站是始建於清康熙年間的慈雲寺，它也是貴州省級文保單位。如今寺已經不再是寺了，而是改成非遺展覽館了。我在門口預覽了一下，發現它的主要看點和剛才的萬壽宮是一樣的，也是戲樓的木雕部分。既然是換湯不換藥，那這個也不必進去看了，就在門口標識一下位置好了。然後我們來到背街，這是一條石頭砌成的老巷子，因為年頭久了，所以這石頭非常光滑。它是貴州常見的古街巷實物。石頭中間的連接粘合劑是用糯米漿、桐油和石灰調和到一起的混合物，這可以確保它足夠結實。同時，這條街道之內本該還有一些抗戰先驅的故居，只是現在沒什麼標識了。走出來之後，看到了財神廟遺址，這個太讓人大惑不解了。像財神廟這樣的地方，應該是香火旺盛的，這是怎麼混的？咋還混成遺址了呢？往上走是一個基督教堂，這裡的基督教大約專指新教，它在民國期間才傳入青岩，而且早年間沒有教堂。眼前這座基督教堂是在1987年由官方撥款建造的。現在我們穿過鬧市區，能遠遠看到一個石牌坊，這就是著名的趙禮倫百歲坊，而且它居然還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。這位趙禮倫是貴州的第一位文狀元趙以炯的曾祖父，雖然他未曾入仕，但以樂善好施而聞名，在當地也頗有聲望，並且活了103歲。看到這裡，大家應該看明白這個牌坊為什麼叫百歲坊了，因為它就是在趙禮倫100歲後才建起來的。
它的北面正中刻着生平仁瑞4個字，另一面則是七葉衍祥，指的是家族7代同堂，福澤綿延。而下面本該放抱鼓石的位置，實際上放的是獅形獸，造型可以說是別具一格。再往前走一段，就來到了趙公專祠。我們去的時候還沒開放，它是貴陽市文保單位，所祭祀的是青岩團務總理趙魏三。剛才說到的貴州第一位文狀元趙一炯就是他的兒子。另外，在太平天國期間，石达開6次攻打青岩，卻沒能拿下這座城。守城的将領不是別人，正是這位趙魏三。後來因為西洋傳教士欺壓鄉里，於是趙魏三怒斬楊神父，最後鬧到朝廷，滿清朝廷卻只能賠款了事。這水平還是一如既往的穩定。附近的貴州省级文保單位青岩文昌閣也沒有開放，這是始建於明萬历年間的古建築群，是崇文重教的體現，也有增加文運的作用。不過效果不是很理想，因為建成了幾百年之後，別說是明朝，就是清朝都快完蛋了，當地才出了狀元，這實在是略遲了些。其實走到這裡，我們的青岩古鎮之旅差不多就已經結束了。當初我們同遊青岩古鎮的日子就是去年的正月初8，但存進網盘裡我就把它給忘了。等到想起来剪出來的時候，才恍然發现又要過年了。這一年的時光就這麼過去了。近幾年我總覺得現在時間的流逝速度要比之前快得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上了年紀的緣故，所以只能在余生中緊緊握住每一段的快樂時光，盡可能的把它記錄下來，整理出來。一來留待自己老來追憶，二來可以通過視頻把快樂傳遞給更多的人，讓大家一起開心。這便是在短暫餘生中值得我們長期去做的事情了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